一个人的名字被念出来，黄金在48小时内跌掉了1/4。这个人不是总统，不是央行行长，甚至还没有正式上任，但他的提名消息一出，全球黄金市场蒸发了上千亿美元。更关键的是，下周二他要坐在美国国会的听证席上，这场听证会的结果可能决定黄金接下来往哪儿走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把整件事拆开给你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，星期五。黄金现在大约4820美元一盎司，从上个月4200美元的低点回升了大概 15%。白银在79美元附近，接近一个月的高位。美元指数跌到6周新低，看起来好像一切在恢复平静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搞清楚2个半月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今年1月30号，特朗普正式宣布提名凯文·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。消息出来之后，黄金从大约5600美元一路暴跌到4200美元，白银更夸张，从120美元闪崩到85美元以下。我先给你一个直觉，白银从120美元跌到85美元以下，意味着不到48小时，白银市值缩水了接近 30%。 如果你手里拿着100万美元的白银仓位，醒一觉就少了将近30万。这种速度的崩盘，上一次出现还是2011年的白银大崩溃。对于很多短线交易者来说，这不是调整，这是灭顶之灾。你可能会问，换个美联储主席而已，至于吗？至于。要理解这件事的冲击力，你得先知道沃什是谁。沃什并不是一个政治素人，他在2006年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，也就是说，他完整的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。那场危机中，美联储的角色是什么？疯狂降息，大规模印钞，量化宽松。沃什就在那把椅子上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，但他的态度和当时的主流不一样。他不认为无限制印钱是解药，他反复在公开场合表达一个核心观点：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永远持续下去，印钱太多最终会带来通胀失控的后果。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圈给他贴了一个标签：鹰派。所谓鹰派，用最简单的话说，就是主张收紧货币政策，反对把利率压得太低，反对印太多钱。跟鹰派对应的是鸽派，鸽派喜欢降息，喜欢放水。过去几年黄金一路飙涨，核心逻辑之一就是各国央行拼命印钱，拼命放水，钱越印越多，黄金作为不能被印出来的钱就越值钱。但沃什的出现让市场觉得这个故事要讲不下去了。那特朗普为什么偏偏选沃什？表面上的逻辑很清晰，通胀这几年一直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，提名一个铁腕鹰派来管美联储，传递的信号是我要认真对付通胀。但市场上也有不同的声音，有人注意到特朗普在过去几年反复施压鲍威尔要求降息，他其实很想要更低的利率来刺激经济。提名一个鹰派到底是真的要收紧，还是另有打算？这个争议到现在也没有定论。市场给这次崩盘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，叫沃什效应。 25% 的跌幅在黄金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你要知道，鲍威尔的任期5月15号才到期，也就是说沃什还没正式坐上那把椅子，市场就已经提前投票了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，根据公开的财务披露文件，沃什的个人资产大约1亿9200万美元，远远超过鲍威尔，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富有的主席候选人之一。这不影响他的政策判断，但在参议院确认过程中，这肯定会被反复追问。而真正的重头戏是4天之后，下周二4月21号，沃什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正式开始。这场听证会的结果直接决定他能不能顺利上任，但这里面有一个变数，我们第3章再说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有价值，花1秒钟点个订阅。我每天更新黄金白银的深度分析，用数据说话，不喊口号。
这期视频我会把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 ETF 报告也拆解给你。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沃什效应不只是让金价暴跌，它还撕开了一条裂缝。东方和西方的投资者对黄金的态度正在严重分化。世界黄金协会4月份发布了最新的全球黄金 ETF 流量报告，标题就叫东方流入对冲西方流出。数据是这样的，3月份北美单月流出了大约120亿到130亿美元的黄金 ETF， 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月流出。之前北美黄金 ETF 连续流入了9个月，3月份一把全打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金价从高点暴跌之后，很多美国投资者选择在反弹时高位套现。但与此同时，亚洲的情况完全相反。整个第一季度，亚洲黄金 ETF 净流入创了历史新高，大约140亿美元。其中，光中国一个国家一季度就流入了大约80亿美元。而且不只是中国，日本的黄金 ETF 也出现了加速流入。日本投资者面对日元长期贬值的压力，越来越多的人把黄金当成货币对冲工具。印度那边也是类似的情况，印度央行连续多个月增持黄金储备，民间黄金 ETF 的申购量也在创新高。亚洲各国虽然经济结构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逻辑，他们都在对冲本币贬值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风险。黄金对亚洲买家来说已经不只是投资品，更像是一种货币保险。你把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看，画面就很清晰了。西方投资者在卖，东方投资者在买，同一种资产，同一个时间段，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就像两个人站在同一个拍卖行，一个在疯狂抬价，一个在疯狂砍价。短期内砍价的人可能把价格压下去了，但如果抬价的人手里有源源不断的资金，而且买的理由是长期战略性的，那你觉得谁最后赢？这个画面就是现在黄金市场正在发生的事。给你一个更直观的数字，尽管3月份经历了这么剧烈的波动，全球黄金 ETF 第一季度整体仍然是净流入的，这已经是连续第7个季度了。连续7个季度是什么概念？上一次出现这种持续性的全球净流入是2019到2020年，那个阶段发生了什么？新冠疫情爆发前后的全球大放水，黄金从1500美元涨到了2000美元以上。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资金流向的信号值得认真对待。而且到目前为止，全球黄金 ETF 管理的总资产超过了6000亿美元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虽然短期内有恐慌性抛售，但从全球视角看，黄金的买盘其实一直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人在接，西方的筹码正在往东方转移。那为什么亚洲投资者这么坚定？原因很多，但有一条很重要，货币因素。美元指数跌到6周低位，意味着非美货币购买力在恢复。对亚洲买家来说，用本币计算的金价跌幅比美元计算的更大，等于打了个更深的折扣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分析有用，帮我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一期视频。好了，东西方的分化讲清楚了，接下来是今天最关键的部分，下周二的听证会到底有什么看头？4月21号，下周二，沃什将在参议院接受确认听证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将在鲍威尔5月15号任期届满后正式接任美联储主席。但这里面有一个不确定因素，共和党参议员汤姆·蒂利斯公开表示，在针对鲍威尔的一项联邦调查得到解决之前，他会阻止沃什的最终确认投票。注意，蒂利斯是共和党人，和特朗普同一阵营，这意味着阻力不只来自反对党，也来自党内。蒂利斯的阻击有多大威力？参议院确认美联储主席需要简单多数，也就是51票。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有53个席位，表面上看53对47够了，但问题是参议院有一套程序性规则，
单个参议员可以发起后来拖延投票进程。蒂利斯用的就是这一招。虽然共和党领导层理论上可以通过程序动议绕过这个阻碍，但政治成本不低，因为蒂利斯不是边缘人物，他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资深成员，跟他硬碰硬可能导致党内更多裂痕。所以蒂利斯这一票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拖多久。还有一个有趣的角度值得思考，鲍威尔任期还剩不到1个月，一个即将卸任的央行行长通常会怎么表现？历史上的规律是，任期将届的央行行长倾向于保持现状，不做大动作，避免给继任者留下烂摊子。但鲍威尔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，他和特朗普的关系这几年一直很紧张，在最后的几周里，他是会安安静静的交接，还是会利用最后的窗口做出一些表态？市场在观察，那我们来想2种可能的情景。第一种，听证会顺利，沃什很快获得确认。如果市场确认鹰派美联储主席板上钉钉，短期来看，黄金可能再次承压，因为这代表便宜钱的时代确实要结束了。但中长期的影响更复杂，一个强势美联储主席可能意味着美元走强，而美元走强对黄金通常是利空。第二种，确认过程被拖延甚至受阻。如果沃什无法按时上任，市场会陷入一段政策真空期。鲍威尔5月15号任期到了，新主席又没确认，美联储怎么办？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可能成为黄金的短期催化剂，因为市场最怕的不是坏消息，是不知道消息。对于这2种情景，市场上不同声音的分歧也很明显。有人认为，不管谁当美联储主席，全球去美元化和央行购金的大趋势不会改变，黄金长期逻辑依然成立。也有人担心，一个真正的强鹰派主席掌权后，如果大幅收紧流动性，黄金可能面临比沃什效应更持久的压力。2种观点都有道理，关键在于你相信哪种力量更持久，是结构性的购金需求，还是美联储的政策转向。目前各方机构对黄金年底目标价的预测在5000到6000美元以上的区间，但这些都是预测，不是承诺。预测的价值不在于准不准，在于它反映了机构当下的判断方向。不管你站在哪一边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下周2是一个关键节点。听证会上沃什说了什么，参议员问了什么，确认时间表有没有变化，这些信息会直接影响市场预期。如果你想跟踪这件事的最新进展，可以在网上搜索沃什 Senate Hearing 或者沃什听证会，相关新闻会实时更新，把这个关键词存下来，下周2当天刷一刷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掌握最新动态。第一，沃什效应已经证明，美联储主席人选对黄金的影响可以在48小时内改变整个趋势。第二，全球黄金 ETF 东西方分化是一个结构性信号，不是一次性事件。第三，下周2的听证会是短期最重要的催化剂，2种结果对应2种完全不同的走势。这些信息量比较大，建议你收藏这期视频，回头可以反复看。如果你还没订阅，现在点一下。我每天追踪黄金白银市场的最新数据和政策变化，还会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和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报告，帮你把复杂的信息拆成大白话，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今天的问题留给你，你觉得沃什会顺利上任吗？如果他真的当上美联储主席，你会调整自己的投资配置吗？评论区聊聊，我每条都会看。最后提醒一下，这期视频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买卖自己决定，盈亏自己负责。我们下期见。